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刚收到的几颗有问题的兰花。第一颗卡特兰魔术师，现在看到的这些杆子上的黑色，应该是冻伤的。根是很干，裸根的基本上都是这样。这个也是卡特兰魔术师，这个是小一点的 size。两个心杆上的叶片有点发黑，应该也是冻伤的，根也是很干。下一个迷你香水文心兰，前面这个球茎应该是受冻过，比较弱，可以除掉。根很干，叶子也不太好。这一个呢，就是艳花蝴蝶兰，原生种的，但是叶子都皱巴巴的了。你看，已经脱水的很厉害，叶子发软，打开它来看一下。哇，这根几乎是没有一条好根，这种是水苔太湿把根给闷坏了。再看下一颗，这是盾花蝴蝶兰，也是原生种的，它的叶子已经发软起皱，这种也是严重脱水的现象。打开水苔来看一下，看看里面的根。还没看到根，已经闻到一股不太好闻的味道，根几乎都烂掉了。这种应该也是水苔太湿，把根闷坏了。下一步紧急救缓，蝴蝶兰的根都烂掉了，无法吸水。我把整颗兰花泡在微温的水里，让叶子直接吸水，其余的几颗就用温水泡根。兰花是喜温暖怕冷的植物，用温水，不要用冷水。这几盆为什么我没有把叶子泡水呢？因为它们是冻伤的，冻伤如果再泡水的话，黑色的部分可能就要扩散，这样泡大约半小时就可以上盆了。先看这个艳花蝴蝶兰，这片叶子已经断了，但是还拎着一点，我还是把它保留，因为它可以帮助吸水。看这些叶子皱巴巴的，是严重脱水了，根也全部烂掉了。其实能不能救活它，我自己也没有太大的信心，就是死马当活马来医了。这些根丝我没有把它剪掉，因为这些根丝才是真正的根，或许它还有一点生命力，我就把它保留了，而且还可以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。我就用泡湿过拧干水分的水苔把它包起来，然后塞到一个很透气的盆子里面。兰花的茎部要露出来，不要埋在水苔里，否则很容易烂掉。水苔也不要塞得太紧，松松的就可以了。盆底下有2条水苔露出来，现在用一个玻璃瓶，下面放一点水，然后把这个盆放下去。盆底下的2条水苔一直泡在水里，往上吸水，让上面的水苔保持潮湿。希望在潮湿的环境里能诱发新根。我能为它做的只有这些了，能不能活就看它自己了。下一颗盾花蝴蝶兰，这一颗呢比刚才那一颗稍微好一点点，还有一点根，
这是根丝，我也是把它保留下来，希望它能帮助吸水，还有固定的作用。我用的盆跟刚才那个也是一样的，下面也是漏了2条水苔，放一些拧干的水苔在盆底，再把花放上去，再用这些水苔把根丝盖住，只是把根丝盖住，把有根背的根留在上面，也是用一个玻璃瓶放一些水，做法跟刚才一样，但是要强调一点，这些有根背的根不能放到水苔里面，只是在水苔的上面。这2条水苔一直往上吸水，让盆里长期保持湿润，诱发新根。下一颗香水迷你文心，我已经把旧的球茎撕掉，这些根很细，我打算是用传水苔来种植。这些水苔也是预先泡好，拧干水分，轻轻的把根包裹住。这棵植株迷你的，所以不能用大盆。小盆的话，如果用粗植料，很快就干。文心兰是比较喜湿的植物，而且根又那么细，传水苔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我选用的是小陶盆，这样保湿和透气同时兼顾了。要注意一点，水苔不能压得太紧，同时要把所有的球茎露出来。水苔把球茎盖住，很容易浸腐。下一颗卡特兰魔术丝，这是小一点的那颗。这2片都是新长的叶子，看上去应该是冻伤，而不是黑腐。我打算用的植料是树皮、木炭、火山石，它们的比例都一样，还加了一点点的水苔。这些植料也是预先泡好、沥干水分的，水苔也是泡湿、拧干水。用小许的水苔把根部稍微裹一下，起一个保护和保湿的作用。把所有的植料填满之后，在最上层稍微铺一点水苔保湿。这里要注意一点的是，不要种得太深，把所有的茎都露出来，植料只是把根盖住，看到吗？茎都在植料的上面。下一颗大号的魔术丝也是冻伤了，看它的情况，存活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这个新长的杆有点冻伤，根我把它全部留下。我打算用这样一个4寸的透明盆，还有很多的侧孔，材料跟刚才的一样。我在这个根部也是稍微放一点点的水苔，起保湿的作用。这是旧的，这是新的。旧的茎杆往盆边上靠，新的茎杆往中间，让它有更多的发展空间。用植料把盆填满，最上面一层我用了水苔铺面，起一个保湿和诱根的作用。最后插一个支撑杆，把它固定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不能种得太深，枝杆都要露在上面，这样就好了。顺便把刚才小的那盆卡特兰也固定一下。今天对兰花的抢救工作已经完成，接下来就是把它们放到温暖通风的地方。2颗蝴蝶兰，如果瓶子里面没有水了就加水，其余的等植料干透了就浇水。它们日后的进展情况，我会继续跟大家跟进的。谢谢收看。